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，请订阅和分享已更新有关当今最着名明星的最新信息。《暗河传》大结局，龚俊魔剑一出质问苍天，一战白头，杨雨桐以命换命。当《暗河传》的终章缓缓落幕，整座网络仿佛被推入一场汹涌的情感洪流。从首播时观众对龚俊饰演暗河第一杀手苏沐雨的热切期待，到如今满屏泪目地告别，这部剧以悲壮与救赎为底色的收官，成功将一部江湖传奇升华为人性与宿命的叙事史诗。尤其是第37、38集的高潮对决，几乎以一种燃尽一切的方式，将所有人物的命运推向极致，也让观众在屏幕前久久不能平息。故事的最后2集是整部剧节奏最密、情感最烈的篇章。苏沐雨、龚俊氏与挚友苏昌和、常华森氏终于揭开了幕后的黑手，那个隐藏在权力深处、操控暗河命运的卓清公公严肃氏。表面上他是朝堂的清流，实则是暗河覆灭的最大推手。两人孤身闯入泉烟府邸，明知九死无生，却仍执剑前行。那一刻，苏沐雨眼中不再是杀意，而是一种彻底的明悟。若不以命抗天，这乱世将永无清明。战斗一开始，气势便压得人透不过气。卓清公公不动声色，指尖真气却化为无数银丝，穿梭于殿堂之间。苏沐雨与苏昌和并肩作战，却节节败退，鲜血溅落在的衣袍被夜色染透。观众屏息以待，这不仅是力量的对抗，更是信念的崩塌。暗河两大杀手此刻已不再是刺客，而是被逼到绝境的亡命之徒。转折点出现在苏昌和为掩护苏沐雨时，挺身挡下致命一击，倒地重伤。那一刻，镜头特写中龚俊的表情层次分明，从焦灼到愤怒，再到彻底的决绝。他缓缓抬起头，喃喃自语：若神不容我暗河之人，我便逆天而行。紧接着，观众见证了整部剧最震撼的瞬间，魔剑出鞘。魔剑乃《暗河传》原著中记载的禁术，是以燃烧自身生命为代价，换取短暂神魔之力的终极剑法。龚俊饰演的苏沐雨在血流成河的战场中央缓缓拔剑，镜头中他嘴角的血迹未干，眼底却燃起一种近乎癫狂的光。就在这一刻，他发出那句震撼无数观众的台词：为何这世间的光总容不下我们暗河的存在？没有谁生来便是刺客，我们也曾向往黎明，可为何你们一次次将我们逼入黑暗？这不仅是一句呐喊，更是一场灵魂的控诉。苏沐雨从未害怕死亡，但他无法忍受被剥夺选择的权利。龚俊的演绎将这股压抑一生的怒火与悲伤爆发到极致。随着魔剑虚影在半空中凝聚，他整个人的气势瞬间拔高，衣袂飞扬，气流翻腾，天地仿佛在为他让路。苏昌和痛哭着想要阻止他：苏沐雨，用这门剑法，你会死的。他却只是微笑回应：昌和，若我的血能洗净暗河的污浊，那我死也无憾。这一幕成为全剧最具象征意义的燃点，青丝在风中渐渐转白，鲜血沿剑锋滴落。随着苏沐雨一声怒吼，魔剑出鞘，天地瞬息崩塌。卓清公公被斩于血光之中，帝都的夜空骤然染红。龚俊的白发造型与战损装相互映衬，那种以命燃剑、以剑祭天的悲壮感，让无数观众泪目。他倒地的瞬间，伴随着余烬散落，仿佛连风都在为他哀鸣。战斗结束，暗河赢了，但代价惨烈。苏沐雨身中数剑，神志混乱，几乎成了行走的尸壳。就在此时，白鹤怀、杨雨桐氏赶到战场。他的出现是光，也是泪。镜头中，他跪倒在苏沐雨身旁，双手颤抖着替他止血，嘴里喃喃：你说过要带我看江南春雪，
还记得吗？为了救他，他毫不犹豫地使用了药王谷的圣物冰心水，那是一种能逆转生机、换回神智的秘药，但代价极重。药力冲入苏沐雨体内，他的意识逐渐清醒，白发如霜，目光却终于柔和下来。两人四目相对，泪光闪烁。苏沐雨轻声说：“这世间终于安静了。”然而命运并未怜悯他们。白鹤怀忽然口吐鲜血，毒发之势迅猛至极。原来药王谷叛徒叶押张颖兵士早已在他身上下了药人之毒。一旦他使用圣物救人，毒性便会瞬间发作，直入心脉。他微笑着看着苏沐雨：“能救你，我不后悔。”苏沐雨的眼中闪烁着绝望的光，他伸手想去抓住他，却只触到一抹冰凉。白鹤怀的身体缓缓倒下，泪珠顺着他的面颊滑落。那一刻，时间仿佛停止。龚俊的表演可谓已经制动他没有嚎啕大哭，只是怔怔地盯着他的脸，呼吸越来越急促，直到理智彻底崩塌。他开始颤抖、喘息，双唇发抖，最后终于跪地发出一声嘶哑到极致的痛哭。那是一种失去灵魂的哭声，撕裂了所有观众的防线。剧集原以为会在这场天人永隔的悲剧中收尾，苏沐雨守护了暗河，却失去了他唯一的光。然而，在最后几分钟，导演给了观众一个温柔而模糊的答案。时间跳转12年后，药王谷外，青山寂静，白鹤怀的坟前，苏沐雨独自坐着，白发依旧，眉宇之间多了几分平静。他低声自语：“我一直在等，也许他会怪我太贪心。”忽然，风起花落，镜头一转，一个熟悉的身影从远处走来，白衣轻扬，笑容温柔，那是白鹤怀。他静静地看着他，唇角微弯。苏沐雨怔在原地，不敢置信地回头，泪水瞬间模糊视线。两人隔着岁月，泪眼相对，微笑交织。那一刻，观众再次泣不成声。究竟这是奇迹重生，还是苏沐雨在坟前的幻梦？剧集没有给出答案。导演选择了开放式的结尾，让这段爱与宿命的故事停留在最温柔的一帧。正如苏沐雨曾说的那句：“我们应当有再一次选择的机会。”或许这次他真的拥有了。《暗河传》的大结局不仅以剧情反转震撼人心，更让人看到了龚俊在角色塑造上的巨大突破。从《山河令》的温客行到如今的苏沐雨，他的美强惨气质被发挥到极致。在魔剑那场戏中，他的气势狂烈如风；在白鹤怀去世的段落里，他的悲伤又细腻如尘。尤其是那一幕白发战损，一眼千年，成为观众心中无法抹去的画面。杨雨桐的表现同样可圈可点，她的白鹤怀温柔而坚韧，最后以命换命的抉择，让人看到女性角色的力量与牺牲。她与龚俊的对手戏，既有爱情的柔光，也有宿命的刀锋。当大结局字幕缓缓浮现，无数网友在弹幕上写下苏沐雨白头那一刻，我哭成了暗河。这不是江湖的终结，而是信念的重生。《暗河传》的结尾不是简单的生死轮回，而是一次对存在意义的反思。暗河不是黑暗的象征，而是被光遗忘的角落。苏沐雨燃尽生命，只为告诉世人，即便在最深的暗处，也有人心怀光明。12年后的重逢，无论是真实还是梦幻，都象征着救赎的完成。因为爱让他找回了人性，信念让他重见光。这场结局用泪水与见光共同刻下一个信念：哪怕被黑暗吞没，我们仍要选择相信光。